轰炸柬埔寨电诈园区保泰国经济，泰国撕咬柬埔寨。泰总理称没有任何协议可以停止冲突，拒绝接受特朗普宣布的停火声明。12月12日晚间，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高调宣布，经过他的亲自斡旋，泰国与柬埔寨已达成立即且无条件的停火协议，并称这是他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又一外交胜利。特朗普甚至暗示，如果冲突继续，将动用关税武器对相关国家进行惩罚。然而，这一声明发布后不到24小时，泰国总理阿努廷在视察4色菊府边境前线时，面对国内外媒体做出了惊人的回应。他不仅否认了停火协议的存在，更以极为强硬的姿态驳斥了美国的停火说法。阿努廷称，没有任何协议可以停止冲突，只要泰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就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也不会寻求任何人的许可来保卫我们的领土。这一表态不仅是对柬埔寨的宣战书，更是对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公开打脸。阿努廷进而宣布，泰国将不再遵守10月份在吉隆坡签署的和平宣言，并宣称和平进程已经结束。从现在起，泰国将只做对泰国有利的事。紧随外交决裂之后的是军事行动的急剧升级。近期泰国皇家空军甚至出动了 F-16 战斗机，对柬埔寨境内的军事目标以及被指控为军事掩体的基础设施进行了空袭。攻击的重点区域集中在百威夏省以及奥多棉基省的奥斯马地区。值得关注的是，柬埔寨的奥斯马地区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柬埔寨著名的边境赌城和电诈中心，长期以来被指控为针对泰国的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中心。所以说，这不仅是一场领土战争，更是一场针对灰色资本的清剿战。泰国轰炸柬埔寨电诈园区，很大原因是为了保泰国经济和旅游。近年来，柬埔寨已从传统的农业国异化为全球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的中心枢纽，电诈产业甚至成为了柬埔寨的经济支柱。据估计，柬埔寨的网络诈骗产业年产值在125亿至190亿美元之间，相当于该国 GDP 的40%至60%，简直是离谱。而且为了掩人耳目，这些诈骗园区往往会伪装成豪华赌场、酒店或科技园区，主要分布在西哈努克港、波贝以及此次冲突的中心奥多棉基省的奥斯马。这些诈骗园区位于泰柬边境，基础设施主要依赖于泰国的电力、网络和后勤补给，同时也便于他们从泰国以侧招募或绑架人员。诈骗园区主要通过杀猪盘、网赌和加密货币欺诈等手段运营，实行工业化运作和军事化管理，存在普遍的强迫劳动和酷刑。但最令人啧舌的是，这些园区有柬埔寨的政商精英与军方作为保护伞，他们通过纳税和股份分红，早已将灰产资金深深嵌入柬埔寨执政党的利益链条中。对于泰国而言，有这样一个邻国简直是心头大患。这些园区不仅毫无道德可言，更直接威胁到了泰国的经济和国际声誉，对于泰国旅游业更是毁灭性打击。2023年，随着中国电影《孤注一掷》的上映，以及这几年社交媒体上关于嘎腰子、东南亚绑架的传闻，导致中国游客对前往东南亚旅游产生了极度的恐惧心理。2024年，泰国接待游客数虽有回升，但仍未达到疫情前水平，且严重依赖免签政策勉力支撑。2025年上半年，由于对被卖到柬埔寨的恐惧，中国和韩国游客的预订量再次出现巨大波动。泰国政府终于意识到，只要柬埔寨的诈骗园区一天不铲除，只要关于绑架的新闻一天不消失，泰国的国家形象就无法修复，作为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就将面临永久性衰退。在冲突爆发前，泰国曾尝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问题。2025年9月，泰柬警方曾举行长达10小时的谈判，签署了联合打击电诈的协议。然而，这种合作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柬埔寨的执法部门往往与园区背后的保护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奥斯马度假村就是最典型的案例，该度假村由柬埔寨著名大亨、参议员李永法旗下的 LYP 集团拥有。李永法被称为国工之王，是洪森家族的亲密盟友和顾问。2024年，美国就曾因涉及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对李永法及其旗下企业实施制裁。但由于外交施压根本无法撼动李永法这样的权贵，泰国最终选择了物理清除。2025年6月，泰国就宣布切断边境设诈区域的电力和互联网连接。12月的空袭和炮击直接针对奥斯马地区，这不仅仅是军事战术，更是经济战。通过制造战区环境，迫使园区内的人员撤离，无论是受害者还是诈骗犯，同时迫使赌场停业并停止诈骗行为，从而切断其现金流。据报道，奥斯马地区已有数千个家庭撤离，园区运作陷入停滞。所以此次泰国轰炸柬埔寨电诈园区，动机之一就是要以战逼制。既然柬埔寨无力或无意自我清理，泰国便通过制造战争风险，使得经营诈骗园区的成本高于其收益，从而倒逼柬埔寨权贵放弃这一产业。除了经济因素，12月冲突的激化与泰国国内政治的巨变密不可分。阿努廷政府的强硬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其前任佩通坦希纳瓦划清界限。2025年7月，佩通坦被宪法法院暂停职务，随后被正式罢免，导致他下台的导火索正是一通泄露的电话录音，内容涉及他与柬埔寨前首相洪森的私人交谈。阿努廷作为太子豪党的领袖，接替佩通坦出任总理，执政基础并不稳固，因为这是一个依靠多党拼凑且受军方监护的联合政府。阿努廷必须向泰国公众和军方证明，他绝不是希纳瓦第二，他必须在对柬关系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强硬立场。因此，当12月冲突爆发时，阿努廷没有选择降温，而是选择了升级。
他以泰国利益为出发点，拒绝美国的调停，获得了一直以来对柬埔寨持鹰派立场的泰国军方对其脆弱政府的支持。此次冲突还折射出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微妙变化，特别是前不久泰国国王才破天荒访华，随后泰柬就又打起来了，实在耐人寻味。美国在冲突中主要是试图通过威胁和施压来维持现状，特朗普威胁如果不停火，就取消贸易优惠或加征关税。然而，泰国方面似乎已经计算过，相比于被美国加征关税的风险，任由边境电诈摧毁本国旅游业和国家安全的代价更高。阿努廷公开驳斥特朗普的声明，显示出美国在该地区的威慑力正在下降。东南亚国家不再为美国马首是瞻，尤其是在涉及核心国家利益时。11月13日，泰国国王马哈瓦吉拉隆功开启了对中国的历史性国事访问，这是泰国君主自1975年中泰建交以来首次访华，这次访问极大地巩固了中泰合作的信心。此前不久的10月31日，在韩国庆州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泰领导人也举行了关键的双边会晤。此前我们多次反对泰国以开赌场吸引中国游客，在这次会面中，阿努廷也亲口保证泰国不会以赌场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并证实已经喊停赌场合法化的立法进程。所以综合来看，泰国这次之所以选择死咬柬埔寨，并非出于单一原因，而是多重危机下的慎重考量。